秦始皇陵其实早就被盗空了。当专家经过近1000次勘探后，终于发现其中蹊跷，里面竟然发现了盗墓者的尸体，他们浑身插满弓箭，惨不忍睹，让人不禁细思极恐。难道秦始皇陵早已有人进入？除此之外，专家还发现秦始皇陵内部还藏着圣献装置，或许秦始皇还活着。点个超级赞，我们接着往下看。其实不止盗墓贼多次觊觎秦始皇陵，连古代名将项羽都曾打过秦始皇陵的主意。根据《水经注》中记载，项羽入关发之，以33万人，30日运物，不能穷。也就是说，项羽带兵入关之后，先杀了秦王子婴等秦朝一些贵族，随后带着30万兵马前去挖掘秦始皇陵。项羽在挖掘皇陵之后，把一切看到的东西全部用马车拉走。据说项羽的30万精兵搬了30天都没有搬完，剩下的那些干脆也不搬了，直接放了一把火给烧了精光。关于项羽盗掘秦始皇陵的事实是毋庸置疑的。根据《史记·高祖本纪》中记载得知，楚汉相争之时，刘邦就曾把火烧秦宫、盗掘秦始皇陵列入项羽的10条罪状中。从这2部史书中都可以看出，项羽盗掘秦始皇陵墓确有此事，并且在现代的考古勘探中也证实过了，秦始皇陵确实有被火焚烧过。虽说秦始皇陵被焚烧过，但是有没有可能项羽其实只挖了冰山一角，真正的地宫内部并没有被损坏？为什么会这样说呢？根据史书上所记载，秦始皇陵内部机关众多，就连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也记载，地宫中并将作机弩，时有所穿，近者折射之。也就是说，机关在暗处，当有人闯进秦始皇陵内部时，会不小心触发这些机关，而盗墓贼们则会无法逃脱，最终惨死在里面。而这些盗墓贼的尸体，在1980年的时候，国家考古队在对秦始皇陵进行勘探的时候，发现在皇陵周围有很多盗洞。当专家顺着盗洞往里挖时，意外发现了一条隧道。众人心想，这难道是进入秦始皇陵的甬道？于是，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开始往里探索。就在这时，一位考古人员所发现的一件东西使众人大惊失色。他们发现了什么？只见在隧道中赫然躺着几具骸骨，在他们的周围还插满了弓箭。回过神来的考古人员心想，这些应该是盗墓贼的尸体。身边出现众多弓箭，也证实了秦始皇陵里的确有机关。发现了这些尸骨之后，专家们也不敢轻举妄动了。于是，为了保护秦始皇陵，便将陵墓周围的通道全部关闭。但是，关于秦始皇陵里面所藏的秘密，考古人员们还是感到十分好奇，于是便开始对秦始皇陵进行大规模的勘探。还有专家在秦陵勘探的时候，还发现秦始皇陵的建造竟然是地通天结构。后来还发现了封土那里出现了重力异常，仪器上所显示的是秦始皇陵地下竟然有一个倒金字塔形状的建筑。这种建筑古代神话中称之为地通天，就是说秦始皇并不是给自己建造了一个陵墓，而是一个升仙通道。长期研究秦始皇陵的学者认为，骊山的选择也是有考究的，那就是和昆仑仙山十分的相似，并且在秦始皇陵墓中还有很多超乎想象的黑科技，比如高超的青铜剑锻造技术。在兵马俑2号坑中出土的一把青铜剑，它一经出现便震惊了世界，因为剑身上所采用的是明盐氧化处理，而这种技术是在上世纪30年代才问世的，并且兵马俑身上的颜料采用的是硅酸铜钡，这种技术也只有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才能完成。那么那个时候为何会有如此先进的技术呢？
除了这些之外，还有秦始皇陵先进的排水系统，让秦陵千年不被水流渗透侵蚀。这一点让全世界所有的工程专家都叹为观止。那么，神秘的秦始皇陵真的被盗了吗？为什么都说秦始皇陵被盗空了？当专家在秦始皇陵封土上打了数万个洞，才发现其中的蹊跷。虽然前面我们说过，项羽大规模盗掘秦陵并纵火烧了它，但是如果真的如此，这些文物不可能保存得这么好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合理的解释浮出了水面，那就是在皇陵西北方向，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处遗址，虽然规模不小，但是已经被损坏的非常严重。专家推测，这应该是当年项羽烧毁的遗址，并且秦始皇陵建造是呈回字形，中间才是秦始皇的地宫，所以项羽并没有真正进入地宫内部。这时有人问了，既然知道了地宫的位置，并且未被盗掘过，那么为何不对它进行挖掘呢？其实并不是不想挖，而是不能挖。在各种史料中都有记载，秦始皇陵里有水银河川，并且里面还有使水银循环流动的装置。如果强行进行挖掘，后果则不堪设想。有人会问，都过了这么多年了，地宫中水银还存在吗？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，专家曾在秦陵里检测到了强汞反应区。到了2002年的时候，专家还对秦始皇陵的土壤进行过检测，结果发现里面的水银含量竟然高达100多吨。除此之外，就算凭借如今的科技真的成功挖掘秦陵了，但是却不能保证皇陵中的文物能够第一时间得到保护。众所周知，兵马俑刚挖出来的时候是有颜色的，但是就在出土的瞬间，颜色就消失殆尽。由于地宫中与世相隔2000多年，里面如果包含了无机物，当接触到空气时会瞬间产生化学反应，对文物的保护十分不利，并且对于考古所造成的损失是非常的大。就比如定陵的发掘，丝织品遭到损坏，帝后尸骨被毁弃等。由于现在考古技术的不足所带来的悲剧还有很多，所以在没有完全把握的情况下是不会轻易打开的。而现在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对古墓进行发掘。至于秦始皇陵下是否埋葬着让人长生不老的秘密，或者里面藏有更大的秘密，这些都需要等到打开的那一天才会真相大白。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各位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或者弹幕中积极讨论，我们下